很多人学舞坚持不下去，不是因为练舞本身难，而是我们没有在心态和策略上处理好练舞这件事儿，结果硬把快乐的事儿变成了折磨，甚至半途而废。其实每一次练舞都可以很满足，有收获，只要你知道我下面要分享的5件事，比如如何用预期化解焦虑，如何稳稳地突破瓶颈，还有真正能蜕变的关键。这是我跳舞31年磨出来的经验，也是我恨不得在一开始就知道的。现在我就一边练舞一边分享给你。第一件事儿，很多人都没想清楚，或者你一开始清楚，学着学着就忘记了。你有这样的经历吗？一开始跳舞只想锻炼身体，培养个兴趣，结果上了几次课就开始焦虑，因为别人都跳得比你好。或者你想好好学舞，追求跳得好看，结果几节课后发现自己原地踏步，啥也没学好，就想放弃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当你的目的是快乐时，你用的标准却是技术；当你的目的是进步时，你却期待立竿见影。你看，这都是目的和预期没对上，所以你得先想清楚，你到底为什么要学舞？如果你就想开心锻炼身体，那跳得没别人好看，笑一笑就过去了。只要你今天跳了，体验了不一样的活着的方式，这本身就是成就。但如果你想要表演，追求质感，那就得知道这需要时间和精力。问题是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学舞的目的有很多种：健康、娱乐、社交、追求美、自我表达。它们可以单独存在，也可以并存。比如在锻炼身体的同时结交个朋友，目的没有高低之分，但会决定你怎么学、怎么练、怎么评价自己。明确自己要什么，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。但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啊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太容易被别人带跑了。我自己就是个例子。在线上教舞这6年，网上的新花招层出不穷，别的舞者的每一个爆款视频都会让我觉得 maybe 那样更有流量。同时，平台也不断地激励我们去创作热点、追话题，这种种引诱真的可以让我时刻迷失。如果我不每周提醒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，以及适合我的长久方案，学舞也是这样。当你发现它成了负担，你感觉到迷茫、焦虑，就是时候停下来问自己：我的初心是什么？我现在做的和我的目的对得上吗？我快乐吗？我们要确保每一步都是自主选择，而不是盲目跟随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你的目的是可以成长的。也许你开始只想活动身体，但慢慢发现了肢体表达的乐趣。也许你最初学舞想要表演，但却意外发现了肢体开发和探索舞动可能性的乐趣。这种进化是美好的，说明你在不断地发现自己。关键是这种改变来自你的内在觉醒，而不是外界压力。现在暂停视频，花5分钟写下你的学舞目的，拍照保存，迷茫时翻出来看。记住，明确目的会让你觉得跳舞充满了意义。但这并不代表你接下来就不会受挫，不会焦虑了。很多时候，焦虑来自于你以为的学舞和真实的学舞根本不是一回事儿。所以现在就让我们去掉滤镜，来看看学舞真实的样子。古人说，破而后立，不破不立。我们得先打碎那些1个月就能跳好、半年就能蜕变的幻想，才能在现实的土壤里稳稳收获真正的突破和快乐。你的预期到底该是什么样的？很多零基础学员都会有这样的小误区。就拿我辅导自己线上课程的学生为例，很多人刚加入时觉得跟着我学就能即时见效，比如看一遍视频就会做动作，每节课上一次就能顺顺利利学会，从入门到熟练是一条平稳的上坡路。这样的预期根本不现实，还会错过长期成长的可能。让我反过来从老师的角度来解释，就比如说我的教学特别注重细节，每个动作都会拆解得很细。在课程里，我会1对1点评学员的练习视频，但不会轻易的让他们过关。一个动作，他们要反复练习，反复拍视频给我检查，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进步，而是每次进步了，我会给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，因为我看到了他们的潜力。这不是慢，而是帮学生打好基础，避免后期受伤或遇到瓶颈。所以真实的学舞过程是一场和身体慢慢磨合的蜿蜒之路，你大概率会在某些动作上卡住，刚觉得学会了，一抠细节又不到位，或者脑子懂了，身体却跟不上。
甚至某天怎么练都找不到感觉了，开始怀疑自己，这都很正常，因为身体需要吸收时间。今天没学会的，可能过2天突然就对了。上课找不到的控制力，重复几次后，某天就开窍了。进步从不是平缓向上的斜线，而是在平坡停留一段时间后，突然向上一层的阶梯式发展。那些看似没有进步的日子，其实是身体在蓄力。当你看到这个真相，你就不再会为自己达不到那些幻想而焦虑受挫，你就真的可以做到过而后立。但这个立的过程，并不像你去喝个咖啡、按摩是一个全程都很享受的事，它需要你学会吃点苦，它会挑战你的体力，在你没体力的时候，还要跟上动作的节奏，把组合做完。它会挑战你的忍受力，在加强软度的时候，忍受肌肉被拉扯的痛。它会挑战你的自信心，尤其是你还没把动作做对、做好看的时候。它会挑战你的耐心，能不能在看不到即时效果的情况下，依旧耐心练习，日积月累。但正是这些挑战，让所有能持续跳舞的人在心智上都无比坚韧和强大。你可能会想，不就是个兴趣爱好吗？不至于那么严肃吧？没错，虽然我们不靠它养家糊口，只是培养兴趣，但舞蹈是一项技能。如果你想从不会到会，从会到精，如果你想看到突破，吃这些苦是必不可免的。但苦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消极和可怕。我也是最近从书中得到，在许多古老的文化中，蛇都被作为蜕变的象征，原因是蛇的每一次成长都需要蜕一次皮。蜕皮时，蛇的皮肤干燥发痒，视力模糊，极其脆弱。但只有经历这个痛苦的过程，它才能突破旧的限制，长得更大更强。如果无法完成蜕皮，蛇就会死亡。这个故事让我重新认识了一次蜕变。回想我自己人生中的每一次成长，我发现真的没有一次是不与痛苦联系在一起的。记得出国前，我每天早上7点起来学8个小时的英语。刚到美国时的孤独和迷失，长达2年的抑郁症，都是我蜕变的过程。蜕变的真相告诉我们，学舞的那些苦，体力透支、僵硬酸痛、动作不协调，都不是阻碍，而是成长的必经之路。就像蛇的旧皮发痒，是在说蜕变开始了。你练舞时的不适感，不是你做错了什么，恰恰相反，这说明你正走在突破的路上。这个难熬的时刻的后面，就是蜕变后的喜悦。我们要像蛇一样，平静地接受这个过程。当你下次练习感到挫折时，记住，耐心地坚持下去。新的你在旧皮之下等待破茧而出。但是我知道你现在肯定在想，要吃那么多的苦，还要耐心的等待，这也太难了吧？说实话，如果真的这么苦，我怎么可能一跳就是30多年？我能坚持，并不是因为我特别能吃苦，而是因为我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一种极大的快乐。局外人看觉得很苦，但真正会练的人是无比快乐的。而且这种快乐不是偶尔的、短暂的，而是时刻都能体验到的、真实的、满足的快乐。接下来我就教你如何找到这种快乐，如何把枯燥转化为新鲜，如何把等待转化为享受，如何把挫折转化为突破。首先，我们要知道，舞蹈的美在于舞动的那一刻。当你跳完一支舞停下来，舞蹈就结束了。它的美不在终点，而在过程中的每一个瞬间。所以我们舞者一定要学会享受过程。练舞本身就是一个过程。如果你只看着结果，眼睛只盯着我什么时候能跳好，那当然会挫败不断。所以我们要换一个角度，不为结果而练，只为过程而练。要有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心态。不管大家学舞是什么目的，想要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，我们在练习的时候要先放下柳成荫的期待，把注意力放在插柳这件事上。具体怎么做呢？在学动作的时候，把注意力放在身体的感知上，比如脚步对了吗？重心在哪里？动作协调了吗？哪里在发力？对还没掌握的动作，不要气馁，
而是带着好奇心去思考，为什么没有做对？是重心的问题、协调性，还是软度的问题？把你的问题当作了解自己身体的机会。比如原来我的身体还不太会处理重心，没有关系，我看看今天能不能先让它稳稳地在两脚之间切换。练完后对自己说，今天练得差不多了，我对重心有了新的理解，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的，原来重心是可以这样控制的，我对自己身体的理解又多了一点，真棒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真的就做到了投入，你的专注力会被放在当下，而这个当下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时刻，因为你的思维和身体真正的连接，你的注意力高度集中，你的感官会被放大，大脑与身体之间的 feedback loop 反馈循环系统会被加强。你在这个过程里充满好奇地去寻找问题和解决方案，以及跟随我的教学指令反复的练习，你就会突飞猛进。这不光是理论，也是我自己亲测有效的。每一个全身心投入练习的动作都会有质的提升，这样的学舞过程是一点都不痛苦的，相反的，如果你做到了，是非常享受的。其实这就是我们进入了一个学习的 flow， 也就是进入心流忘我全身投入的状态。所以我们要创造越多越好这样的时刻。一开始你可能不能马上进入这个状态，但没有关系，跟着我的提示，专注自己的身体，慢慢的感受，用好奇心来对待每一次的练习。这种自我发现和探索的过程才是跳舞真正的快乐。那很多人会问，肉老师，光享受过程就能进步吗？我的回答是，享受过程只是第一步，如果要看到真正的蜕变，你还需要再做一个动作。这个动作简单到不可思议，但在告诉你之前，让我先分享一个自己真实的故事，听完你就会明白学舞到底有多幸运。还是回到我做舞蹈自媒体的事儿。2020年，我完全从零开始，从最初随便发个视频，到决定认真的对待这件事，我开始了漫长的学习之路。封面设计、标题策划、内容差异化，每个环节都是学问。一个视频从构思到发布，常常需要3到5周，有时光写文案就要3周。你猜结果怎么样？很多时候付出这么多心血，却只换来寥寥几个点赞，感觉我所有的付出都像打了水漂。这样的挫败我经历了无数次。6年过去了，流量依旧是个谜，但我学会了与失望和焦虑和解，也坚定了自己要做好每一个内容。现在回到舞蹈，为什么说学舞很幸运？因为舞蹈是这个世上最可靠的东西。做自媒体，不管你多努力，但太多东西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，算法、流量、观众的喜好时刻都在变。但舞蹈不同，你用对方法，付出时间练习，身体一定会给你回报，这是铁律。你不需要在乎别人的眼光，不需要迎合任何人，舞蹈就是你和自己身体的对话。当你每天练习核心力量，1周后你的核心感知一定比1周前更强。当你反复练习一个动作，肌肉的记忆一定会形成，这个奖励机制永远不会欺骗你。所以这个简单到不可思议的舞蹈进步秘诀是什么？我们在美国跳舞的时候，大家常说 You have to constantly show up， 翻译成中文就是持续的出现在练习中，不是偶尔练一下，不是心情好才练，而是持续的规律的练习。不是想着我还要练多久才能跳好，而是实实在在的把该做的做了。就这么简单，也就这么难。你不需要天赋秉异，不需要完美条件，只需要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在练习中。每一次练习，哪怕只有10分钟，坚持100天，就是巨大的飞跃。持续出现，进步自然会出现。但如果你不先调整一个关键视角，持续练习就会变得很难。常有学员找我，并很苦恼地说，肉老师，为什么我做不出你那种质感呀？我心里想，我跳了30年，你才练了1个月，这个比较真的没有意义。很多人把注意力放错了地方，忙着和同学比，和老师比，心里光焦虑这个差距，哪还有心思好好的练习？
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？把注意力放回到自己身上，把自己做对手。今天的你去打败昨天的你，这周的你去超越上周的你。把老师当成你去打败自己的工具。比如，当你看自己的练习视频时，可以参考老师的动作示范和讲解，看自己还遗漏了哪些要点，跟标准的差距还在哪里。如果你在我的课程里，可以提交视频，我会给你1对1的反馈，帮你更快速的定位问题，并给你针对性的进步方案。但无论你用什么学习方式，记住，不是跟老师比，而是用老师的教学继续提升自己，让下一版本的自己打败当下的版本。千万不要期待今天练习就能解决所有问题，那些流畅优美的动作是时间的礼物，不是一日之功。最重要的是，你今天练了吗？持续出现，剩下的交给时间。那具体我们要如何安排生活和舞蹈，才能真正做到持续出现呢？大家都很忙，光靠提醒自己要持续出现是做不到的，我们需要具体的可落实的方法。那现在我就来分享一下，我们可以如何把跳舞变成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就是你不想练都难。那核心呢，其实就是把舞蹈变成习惯，就像你每天早上必须喝杯咖啡，每晚睡前必须先洗个澡，这些事儿你不做就会不舒服。但记住，把舞蹈变成习惯，并不是你强迫自己1、3、5练舞就完事儿了的。如果那么容易，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半途而废了。包括我自己，很多想学想做的事儿都在早期夭折，不是因为我不够努力，而是因为我们没有落实好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想约一个朋友出来吃饭，结果你俩的日程怎么都卡不到一起。想去跳个舞，结果去舞房要1个小时的路程。很多时候练舞本身不难，但开始干这件事的难度却很大。所以我们要学会降低行动阻力，也就是把开始练舞这件事儿变得很简单，我们才能持续出现。拿线上学舞为例，首先是巧妙的安排时间，我们要给自己定时间定量的练舞，但是不是让舞蹈改变你的生活，而是把舞蹈融入你的生活。比如你想每周练舞，我们要在不影响你原来需要做的那些重要任务的前提下，见缝插针的把舞蹈放进去。我建议拿出你的日程表，看看哪些天你是久坐的状态。通常在这样的日子里，身体会特别渴求运动。然后看看在那些天里有没有45到60分钟的空档可以插入舞蹈练习。我建议大家从1周2次开始，如果你特别忙，1周1次也行。如果你本身就是运动爱好者，可以3次，但别贪多，用这个频率先稳定的做2到3周，让身体和大脑适应这个节奏。对于时间固定的人，建议设定固定的时间，比如周1和周4早上9点练舞。对于时间不固定的人，看看下2周的工作日程，灵活的塞进4个时间段，保证每周2次。我真心建议大家下载一个手机日历，把跳舞的时间放进去，并设置提醒，这样你就会有心理准备。就像我明天早上8点要起来练舞，我今天就已经在脑子里规划了，今晚要早点睡，练舞后可以安排什么工作等等，而不是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，然后突然想起，哎呀，好久没练舞了。这种状态下，你是很难突然起来动的。第2步，让跳舞在2分钟内启动，从想跳舞到开始跳不超过2分钟。怎么做？准备好3样东西。首先，在家里设计一个永远 ready、永远在待命的舞蹈角落，镜子摆好，设备就位，空间整洁，而不是每次跳舞前你还要先搬桌子、打扫房间，等你准备完，热情都没了。第2，挑出1到2套让你觉得好看又舒服的衣服，专门用来练舞，放在固定的位置，拿了就穿，而不是练之前不知道要如何穿，又费时间想半天。服装很重要，因为你穿得好看，就愿意在镜子前好好展现自己，这是人性。3，想跳舞时，音乐一放，氛围立刻就来了。想跳舞时，先找半天音乐还不合适，冲动就消失了。所以你们平时听到有节奏感、喜欢的音乐，都应该放到自己的歌单里，随时拿来跳舞用。当这3样东西都 ready 了，你想跳舞的时候，2分钟就能开始。
OK， 知道了以上这5件事儿，你就掌握了如何以最好的心态和策略去应对学舞这件事儿。那真正开始跳的时候，尤其是新手，应该先练些什么？点击这个视频，我会在那里告诉你哪些核心能力能让你快人一步，为你的舞蹈蜕变打下扎实的基础。